穗儿，你在哪儿？我的眼睛，我竟然能看见了！快去警备提水！吉安侯府走水，可耽误不得。吉安侯府，这不是我的家。元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侯夫人，火势已经压住了，您千金之躯，千万当心。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那晦气的贱人不见了，是不是趁乱跑出去了？他叫她侯夫人，那我是谁？找，立刻给我去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那边搜仔细点，绝不能让他出府。逃不掉了。夫人，找到了，他在这儿。夫人，坊间走水后，他应该是想跑，结果撞到了假山，晕过去了。晕的倒真是时候，谁知道这贱人是不是在装死？夫人，那现在如何处置？以防万一，去把林大夫叫来，让他好好给他瞧瞧。是，夫人，奴婢这就去请。大夫一大脉就全露馅了，若被他们发现我是装的，还能有活路吗？有人来了，没办法了。这是我的房间。真的是这儿。5年前刚瞎的时候，我总是撞得满身伤。元山心疼我，亲手把这些棱角都包了起来。我回来了，竟然真的回来了。我也明明是在那雕梁画凤的侯府，怎么一觉醒来就回到了自己家？是元山发现我不见，去将我接回来的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夫人，您怎么自己起来了？5年了，他的眉眼长开了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。穗儿，我最亲近的贴身丫鬟。夫人，您是被吓着了吧？刚才全是虚惊一场，是厨娘炖汤时打了个瞌睡，不小心引火烧了后院的柴火堆。东街的林大夫刚才来瞧过了，开了方子，叮嘱您一定要好好歇着。爷这会儿正忙着在前厅送林大夫离开呢。林大夫是平日给我看病的那个林大夫，还是昨晚建安侯府里提到的那位林大夫？穗儿，我昨天到底是怎么……我借着失明的掩护，清晰地捕捉到了穗儿脸上的神情。原来那情真意切都是装的，嘲讽、厌恶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内心。穗儿竟然叛主了，我出现在建安侯府的事，恐怕和他脱不了干系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看见了侯府的一切，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眼睛已经好了。穗儿，昨天起火的时候，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？我一个瞎子，听到外面有人喊走水了，真的被吓坏了。夫人，对不起，都是奴婢疏忽了。起火的时候，奴婢心里只想着得赶紧把火灭了，这样夫人才安全，却忘了夫人一个人会害怕着急。夫人，您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傻丫头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又不是存心犯错，我哪舍得罚你？夫人待穗儿真好。夫人，您的眼睛是不是好些了？奴婢刚刚瞧着，您这眼珠子好像转动了。林大夫给我看了5年的眼睛，若是能好，只怕早好了。穗儿，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哄我开心，我早就认命。奴婢只是希望夫人能早点好起来。夫人若是眼睛能看见，
今日也不会因为意外摔晕过去了。爷，您回来了，夫人刚好醒了。3日前，他因为追逐京中那名江洋大盗，一直没回家。晋安侯府的人，大约就是趁那个空档把我弄走的。云言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身上还有哪里疼吗？若不是这几日忙着公务没能归家，你也不至于受此惊凶，更不会跌伤了头。对不住，云言，真的对不住。袁山，我真的没事。其实若非出了这次意外，我也不会因祸得福。因祸得福？云环，你撞伤了头，这算哪门子的福气？袁山，我的眼睛。穗儿，他在门帘外面监视我和袁山。夫君这几日忙于公务，不曾归家。如今府中出了走火的大事，夫君便立刻赶回来见我。对我这个瞎子来说，这难道不算因祸得福吗？你啊，还是这么容易知足。以后若是想我了，只管让下人送个口信去衙门，我定会赶回来的。云言，我只希望你这辈子都能事事顺遂，无祸无忧。穗儿，你果然是晋安侯府插在我身边的眼线。我必须支开穗儿，才能把真相告诉袁山。可这府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收买了？我不能打草惊蛇。穗儿，有你在身边，我这心里才踏实。夫人，小人今日斗胆求个恩典。今日是家母10周年忌日，小人准备带着亲眷去苏州讨生活了。这一走，恐怕此生难与妹妹相见。想请夫人准穗儿几日假，让她回家团聚。正合我意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准了。穗儿，你且安心回家住几日，好好陪陪你哥哥。多谢夫人恩典。柳儿不比穗儿精明，她嘴馋，到处都是弱点。这糕点味儿不对，我不爱吃。柳儿，你先放在那儿吧。是小姐。柳儿，回头跟爷说一声，这家铺子的芋头糕做得怪噎人的，下次可别再买了。是夫人。爷这会儿在哪儿呢？衙门的人寻来了，说是有些急事，爷正在前厅和他们议事呢。既然如此，我也累了，想小憩一会儿。你自去忙你的吧，等爷那边完事儿了，你记得进来叫醒我。好嘞，夫人您安心睡吧。这芋头糕里的天竺葵汁够你拉1个时辰。乌云压得这么低，看样子这雨至少还有半个时辰才落得下来。只要过了这道月门，再绕过影壁，就是前厅了。袁山，我有太多话要问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影壁呢？那是我那天撞晕过去的地方。这里是晋安侯府，可我刚才明明在自己家里，我的卧室和这个花园竟然是通着的。糖水喽！冰甜可口的糖水。这后门外竟是京城的正街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应该没看见我。
男孩的眉眼为何与云山如此相似？5、6岁，这孩子难道是……侯爷，前几日火场里你不是都试探出来了吗？他那个瞎子什么也没发现，这几日你总在那边陪着他，冷落了我和晨儿，莫非心里是在怪我那天没看住人？自然不是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那出了意外，我这些时日都陪陪他，不过是为了稳住他，不让他起疑心。侯爷，您如今身份如此高贵，权倾朝野，左右她不过是个没依没靠的孤女，何必让侯爷您这般费心周旋？住口！你懂什么？我赵元山的发妻，名分只能是他的。启梦，我给了你荣华富贵，让你在京城以侯夫人的名头行走，准你生儿育女，主持中妃。但你要记清楚，那个正妻的位置只能是他的。那侯爷就不怕，将来万一有哪一日他发现了真相？他日日喝着我亲手熬的那些补药，他的眼睛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好。他那么信任我，依赖我，只要他是个瞎子，就永远不会发现真相。侯爷，夫人，天色变了，眼瞧着就要下大雨，快进屋躲躲吧。这老天爷是想杀了我，还是想救我？只要他眼睛不好，他就永远不会发现真相。我的夫君根本不是什么小四强，他是权倾朝野的剑侯，他甚至连孩子都那么大了。5、6岁，赵元山，原来早在5年前我为你救你中毒变瞎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背叛我了。赵元山与我是青梅竹马，我自幼生了副好皮相。可赵家门第低，他总担心护不住我。云烟，等我，等我在边关立了功勋，定回来明媒正娶，护你一生周全。5年后回京时，他已经从小兵做到了副将，成为京城炙手可热的新贵。这赵元山可是新帝前帝时的旧部，听说那兵部尚书的位置，陛下是特意给他留着的。为了早日与我成亲，他不惜拒绝了京中10家门阀的亲事，因此还得罪了绿王。沈家的钢铁准备好了，快，一定要最快把婚事定下来。陆王派人教训他时，我们正巧在月老祠上香。为了保护赵元山，我中毒变成了瞎子。元山小心！元山为了给我讨回公道，在宫门外3跪9叩，求陛下严惩绿王。绿王当街行凶，微臣之妻何其无辜，求陛下严惩绿王，给云烟一个公道。绿王毕竟是朕的亲兄弟，赵父亲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微臣不要高官厚禄，微臣只要绿王付出代价，若陛下不允，微臣便跪死在此。绿王跋扈，即日起将其封地由禹州改为崔州，即刻离京赴任。赵元山因此失了圣心，从此在副将这个位置上再无寸进。元山，若不是为了我胡搅蛮缠顶撞陛下，你早该升任兵部尚书了。是我断了你的前程。傻瓜，胡说什么呢？那些权势名利，在我心里通通加起来，也抵不上一个你重要。我们成了亲，婚后他对我极好，我因为眼盲不愿出门，他不当指使，便整日在家陪着我，从未有过怨言。阿弟，你们丢下我一个人，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云烟，别哭了，岳父和阿弟在漠北遇难，那是谁也料不到的意外。往后这世上你虽没了近亲，可还有我。成亲第2年，爹爹和阿弟去漠北做皮毛生意，遇到了贼寇，赵元山替我操持了一切。此后他怕我受委屈，万事亲力亲为，对我越发用心。5年，日复一日不见天日，我不曾怨过，也不曾悔过。赵元山，真是太不值得了！
柳儿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睡着了，我做了个好可怕的梦，我梦见山贼又下山了，他们拿着刀要杀和阿弟。云渊，这大下午的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梳洗了？午睡时做了噩梦，惊出一身冷汗，黏黏腻腻的，实在不舒服，便让柳儿伺候我洗了洗。是爷，夫人确实是惊着了。云烟，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我要忙一些。衙门差事繁重，偏又遇上连阴雨，上峰下令让我们这几人都宿在衙门里。眼看中秋临近，你又刚受了惊吓，我实在不忍心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要不我干脆把职务辞了，以后日日守着你，好吧？好啊。夫君怎么不说话了？我是逗你的。副将的位置可是你在战场上拿命拼出来的，你要真不去衙门当值，难道要在家里绣花养活我不成？我还以为云姨真的心疼我，肯让我告退呢。云姨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向来不贪恋权势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日日守着你相伴到老。夫君待我心意，我自然省得。既然你明理，那我就先去衙门了。等忙完这阵子，一定好好陪你。以前不依他，总觉得他字字千金，如今看来，他这些手段到处都是漏洞。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傻子在糊弄？云鸾，记住了，你既无情，我便休。你那初上云云不出，在三朝回门时，竟与他庶妹勾连。当时所有人都劝你娘忍一忍，说把人抬进府做姨娘便罢了，可你娘硬是顶着流言蜚语，坚持要和离。和离之后，娘亲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他几乎与家族决裂，那些父兄既恨他坏了名声，又不舍得放弃压榨他。后来遇到了爹爹，两人才彻底摆脱了那些吃人血肉的亲戚。娘，您是我心里最厉害的女子。这20几年，我一直把您当榜样，学您全心全意去爱，学您勇敢做选择。如今，我也要和您一样，这婚必须离。爹爹和阿弟虽然不在了，可沈家族亲当年受过爹爹不少恩惠。我记得前2年有人科举高中做了言官，若能求得他相助。赵元山虽是侯爷，可他根基不深，并非世家大族。只要有言官在朝堂发难，和离并非难事。我眼睛好了，当初爹爹教我的生意经也没忘，离了这侯府，我沈云逸照样能活。3日后就是爹爹和阿弟的忌日，这是我1年里唯一能出门的机会，必须在那天联系上娘家族亲。赵元山，这和离书我拿定了。爹，阿弟，云蛇来看你们了。你们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女儿今日一切顺利。柳儿，先等一下，我这鞋跟好像塞了石子，硌得生疼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提好鞋了吗？别怪我，若不如此，我走不了。二叔沈继全当年好赌成性，连妻儿都典当了出去，是我爹掏空家底救了他，还送了他一间商铺营生。那堂兄沈方舟，他的淑秀，他打点头窗的银钱，哪一样不是我爹给的？大堂兄前年高中，成了御史大人的女婿，选了京官，成了那靠嘴皮子征战朝堂的言官。看在我爹的面子上，你们必须帮我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大堂哥沈方舟不过才做了1年官，沈家竟已如此恢宏了。
贵人来了，快进来。陈姨娘，二叔当年的贵妾，自从神母周氏去世，二叔便由她当家理事。她叫我贵人，看来她是把我当成建安侯府里那个叫启梦的女人了。7年前沈娘去世，二叔没有续娶，而是抬了陈姨娘做贵妾。从此，二叔的后宅便一直由他说了算。贵人，您今日这身打扮可真是素净的紧。若非您这双眼睛亮灯的吓人，奴家险些以为是别家的小蹄子翻墙进来了呢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穿得简单些。您说是这么说，可奴家瞧着您这细皮嫩肉的，在那侯府里怕是享尽了齐天之福，哪像奴家成日在那死鬼二爷跟前伏低作小，累死累活。本以为他是个深不可测的高手，可一开口，这举止言谈竟如此粗鄙无礼。哎呦，您瞧奴家这记性，您上次教奴家那招欲擒故纵，可真是神了。二爷那死鬼现在恨不得天天赖在奴家屋里，那几个小幽灰气得脸都绿了。管用就好。原来如此，他能在这后宅当家，全是靠着启梦在背后出谋划策。离了启梦，他不过是个胸无点墨的泼皮妇人。今日不谈新招，我有几件事要问你。我说春芝呢？哦不，现在得叫你启梦贵人了。想当年咱们在红柳街那会儿，谁能想到你能有今天？这名字改得真够酸的。也就赵元山那死脑筋，把你当个宝。往事就别提了，若是让外人知道我曾是红柳街的暗娼，你我也都没好日子。当初你端着架子，说死也不给没名没分的穷当兵人做小，他倒好，为了你这一句话，硬是跑去边关正命。他当初是为了我才去参军的，你这会儿装什么糊涂？他15岁走的时候，不是还跪在你裙子底下发誓，说非得挣个将军回来让你做大房吗？他曾对我说，他是为了护我周全才去从军。他如今已经是副将，何不直接纳了我？还要这般躲躲藏藏？你当官场是闹着玩的？他现在是三皇子跟前的红人，正是要提拔兵部尚书的关键时刻。三皇子手底下副将多的是，若是让他知道赵元山私藏暗藏，这污点一戳，那尚书的位置还能轮得到他？为了这前程，他只能让你顶着那瞎女的名头在外头晃悠。原来如此，他的前程，他的功勋，全是为了另一个女人，而我不过是他掩盖污点的挡箭牌。贵人慢走，下次若是还有这种好事，记得再来找奴家。赵元山，你骗得我好苦，所有的事情竟然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当初绿王拉拢侯爷，侯爷多聪明啊，干脆将计就计，让你替他挡了那一记毒粉。若不是成了瞎子，侯爷也没法子名正言顺的把我关在后院。你当那毒真能让你瞎一辈子？太医早就说了，调理个1年半载就能好。是侯爷怕你眼睛一亮，看见了这满府的猫腻，才在那药里动了手脚。赵元山，你亲手喂我的药竟然全是毒！他怕我性子烈混闹河里，就让我爹和阿弟去死。那沈家的家产也是他拿去铺路了，就靠侯爷那点俸禄，他跟我家二爷勾结，拿大少爷的前程做饵。你爹留下那些铺子地契，早都成了侯爷手里的流水账。没这些银子开路，没你沈云栓在后头那当活死人，他赵元山能有今天这烈火烹油的盐城？启梦这些年倒也是没闲着，他可忙坏了，顶着你赵夫人的名头，天天在京城开善堂做善事，把这名声挣得足足的。那些官家夫人世家千金，谁不夸他长袖善舞？要不是他替侯爷周旋，那些权贵能高看侯爷一眼？赵元山，你吸着我沈家的血，杀着我的至亲，还要我当一辈子的瞎子来全你的深情名声。这一辈子，我绝不如你的愿。原本启梦那是想上岸做正头夫人的，他早早跟我商量好，让我先勾搭上你二叔进了沈家，再想办法把他塞给你阿弟。我阿弟？是啊，可我进门后一瞧，哎呦，他那张脸竟然跟你生的有5分像，你阿弟那个死心眼儿，哪能娶个跟亲姐姐长得像的人回家？原来这局从那么早以前就开始布了。这不，他才转头盯上了赵元山，谁知道赵元山更是个狠角儿，为了让他名正言顺，竟然舍得让你当一辈子的瞎子，让他顶着你的名头在外面风光。他换了我的药，要我瞎一辈子，好让他的心上人做一辈子的侯夫人。他在我面前演了5年的戏，我也就在他编的梦里做了5年的傻子。行了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现在虽然名声上是死了，可在这院里吃喝不愁，还有侯爷疼着，也算值了。疼我？他将我连同我至亲的骨肉都嚼碎了咽下去，敲骨吸髓，连一点渣子都不剩，这叫疼我？是啊，确实太值了。赵元山，
启梦，你们想要我的命，想要沈家的财，我都给，但你们得有命拿，还得有命花。说起来，还是你当初手段高。咱们还没分家那会儿，要不是我给你当内应，你哪能那么快勾搭上赵元山？那是你配合的好，也是你那张脸生的巧，再加上那出神入化的化妆术，往那儿一站，跟那瞎子沈云恋简直演的一模一样。难怪原来如此，靠着妆容竟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作为报答，启梦每月都会潜回沈府，手把手教陈姨娘如何打理内宅，拿捏二叔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每次回来教训我这不对那不对的时候，真像个活祖宗。我呀，又是怕你，又是嫉妒你，有时候真想把你这张脸给挠花了。嫌我烦了？哪能啊，奴家这条命还得靠贵人您吊着呢。合力这条路彻底死绝了，无论是赵元山、启梦，还是沈家这群吃人的鬼，都不会让我活着走出侯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谁都别想好过。我手里唯一的筹码，就是这张和启梦妆后一模一样的脸。陈姨娘那个蠢货，对我又怕又恨，根本不会怀疑我的身份。我从小跟着爹爹学生意经，最懂怎么诱人开口。方才那些话，全是我引导他自己吐出来的。至于以后，我不会再给启梦回沈府的机会。脉搏这么强，看来快醒了。陈姨娘那个蠢货，只会记得我诱导她说的那些废话。只要启梦下次去沈府的日子隔得远些，今日之事便无人察觉。不过，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去沈府了。赵元山，戏台已经搭好了，你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夫人，夫人在哪儿？夫人，夫人在哪儿？爷，你快看，这似乎是夫人衣裳上的料子。玉婉，玉婉，是我是元山，你别怕，我来了。元山，救我！元山，你在哪？元山，我好害怕，我以为是他们又回来了。他们？云远，你告诉夫君，他们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进这种深山山洞里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只记得我在给爹爹和阿弟插纸采饭，雨很大，我叫柳儿帮我搭把手，可一直站在我身后的柳儿突然就没声了。柳儿那么大的活人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。那种感觉，这种杀人的身手，我这辈子只在5年前岳王祠那次见过。元山，一定是他们，一定是当年的仇家回来找我们了。我听到他们在笑，在那大雨里，他们就站在我身后警笑。元山，我害怕极了，我只能拼了命的跑，我根本看不见路，摔倒了爬起来再跑。他们追了我一截，突然就不追了。可我觉得他们一直跟着我，就在暗处盯着我，像是在玩什么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元山，我真的好害怕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柳儿回去告状，说是云孙亲手砸晕了他。我本以为找到他时，他会急着给柳儿扣罪名来摘清自己，可他现在这样子，难道真的另有其人？云瑶，你冷静一点。柳儿只是个丫鬟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她已经死了？那样的高手，那样的笑声，柳儿只是个弱女子，她一直在我身后保护我。若不是她替我挡住了那些人，我怎么可能逃得掉？她一定没命了。元山，是因为我她才没命的。柳儿是家生子，奴婢还在赵家压着呢。她若是没出事，借她100个胆子，她又怎么敢丢下我这瞎眼厨子不管？元山，我身上好烫，我好冷。你若是再不来，就算那些恶人没杀了我，我也要死在这个洞里。别胡说，我带你回府。穗儿，柳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她今日陪我出门遭了难，总该多给些银钱抚恤言儿的。夫人说的是什么胡话？柳儿现在正好好的在府里待着呢。她好好的在府里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亲眼，我明明听到她。
夫人既然累了，就先洗漱歇息吧。旁的事，奴婢也不清楚。他竟然没死，还先我一步回来了。赵元山，这就是你给我设下的死局吗？爷，夫人这是在山间受了惊吓，又淋了雨，这才感染了风寒。好在底子尚可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待会儿喝些驱寒止惊的药，发了汗就好了。有劳大夫了。既然大夫说你没事，那便见个人吧。他只是要我和柳儿当面对质，一旦露馅，我不仅拿不到和离书，怕是连命都要交代在这屋里。夫人，瞧您这副受惊的样子，怕是万万没想到我还活着。柳儿，是柳儿的声音吗？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虽儿刚才跟我说你没死，我还以为他是见我伤心，特意说这些漂亮话哄我玩的。现在听到你说话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你没事，我就安心了。否则我这辈子都要背着害死你的债。夫人，您当真会安心？别演了，我可是您亲手拿着石头砸晕的。您巴不得我当场死在荒郊野外，这样就没人知道您干的好事了吧？柳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砸晕你，我怎么可能？柳儿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你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若是死了，对我一个瞎子能有什么好处？再说了，我是个瞎子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倒是说说，我如何能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，准确的确定你正对着我，然后对你出手？你的伤在额头，这意味着你是面朝我的。我若真拿着那么大一块石头砸过去，你一个有眼睛的活人，难道就站着不动让我砸？还是说，你连我一个瞎子都躲不过？可真的是你砸的，我就记得你蹲下提鞋，然后……够了！你这丫鬟惹了祸事，丢下主子逃命，如今回来了，为了逃避惩罚，居然想出这种自导自演的戏码来攀污夫人。爷，奴婢真的没有攀污夫人，真的是他砸晕我的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哪来这种将你精准砸晕的本事？柳儿，只要你现在认个错，承认你是贪生怕死逃了回来，我看在往日情分上，今日可以不与你计较。可你若是坚持这般攀污主子，那就只好叫你送官，让官差来审一审，看看有没有瞎子能正面砸回明眼人的歧视。柳儿，你若是再这般信口雌黄，污蔑主子，我这就回了爷，将你送去官府查办。喝口茶压压。我想通了，我想通了，爷，夫人若是个瞎子，自然没办法从正面砸晕我。可如果夫人她压根就不瞎呢？夫人定然是眼睛已经好了，所以才趁我不备，诚心想让我死在那荒郊野外。至于为什么要砸晕我，那就要问夫人自己心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了。夫人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是被我说中了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云烟，柳儿说你眼睛好了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当真一句话也解释不出来吗？来人，快把还没走远的林大夫给我请回来，夫人哑了。先看看他的嗓子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他的眼睛，也一并仔细瞧瞧，到底有没有好转。爷，夫人的眼睛依然混沌无光，与先前并无二产，并未见好。只是这嗓子，夫人的嗓子像是中了某种剧毒，这毒素来势极猛，若不及时清除，只怕会有性命之忧。敢问爷，夫人在发作之前究竟吃过什么，或是用过什么？爷，夫人中毒不轻，事不宜迟，必须查清源头。她发作前究竟动过什么东西？回大夫，夫人今日刚回家，受了惊又发了热，什么都没吃，只有刚刚被口水呛住，咳嗽的紧。爷亲手倒了杯冷茶给夫人喝。快把那冷茶拿来给我瞧瞧。这是蓖麻籽，这可是要命的东西。蓖麻毒素剧烈，入口即封喉失声。我夫人可还有救？快说有没有救？只要认出了毒物，便有80%把握。
快，暗房抓药，3碗水减成1碗，动作要快。成了，这场豪赌我赌赢了。赵元山，你心虚，你多疑，在我和柳儿之间，你原本信的是他，可现在是你亲手端给我的茶里出了毒，我看你还如何信他？成了，林大夫是赵元山的心腹，只要林大夫亲口断定我没复命，赵元山就绝不会再起疑。雨鸾，你慢些，嗓子可还疼得厉害。爷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柳儿呢？她真的回来了吗？别提那被主的剑气了。林大夫查出那冷茶里被下了罗麻子。云山，那杯茶是我亲手端给你的。我故意带了宝马子回府，就是为了在那一刻变哑。柳儿想跟我对峙，我便让你亲手斩断她的退路。柳儿为了掩盖她擅离职守的罪名，竟然狗急跳墙到这种地步。她先是攀污你眼睛复明，后又见你张口辩解，竟狠辣到在那茶水里下毒，想让你再也开不了口。她怎么变得如此可怕？是我的错，没看清那贱婢的狼子野心。玉渊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金玉山山洞时，我就将野菊汁抹入眼中，林大夫查不出这种山间野草，他只会告诉你，我依旧是那个只能依附你生存的瞎子。赵元山，你既然信了林大夫的话，那你就永远都别想看清这局棋。云瑶，别怕了，太医说那毒经的及时，不会留下祸根。柳儿，她为什么要那么说？那贱婢向来嘴馋，他是看击败岳父记的入神，想你一时半会儿说不尽哀思，竟敢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，自己偷偷溜去买桂花糕。等他买了桂花糕回来，发现你不见了，生怕被我扒了皮，这才自导自演，把自己磕青了脑袋，谎称是你砸晕了他。可他怎么敢？他怀里还藏着那盒桂花糕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他狡辩。那一盒桂花糕是我亲手塞进他衣襟里的，果然成了送他上路的最后一块砖。那我遇到的那些人，大抵是些路过的小痞子，见你孤身一人，故意弄出动静来吓唬你寻开心。云鸾，如今京城治安不比从前，是我没护好你。夫君，那你打算如何处置柳儿？杖毙。睡吧，我今晚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虽然视线依旧模糊，但他的心从未像此刻这般清明。夫人醒了，爷一早就去衙门了，特意叮嘱奴婢不要惊扰了夫人。穗儿，来，帮我梳洗吧。穗儿，我记得你和柳儿是前后脚进的府吧？平日里你俩感情最是要好。回夫人，奴婢们身份卑微，能伺候夫人是福气，私交再好也大不过府里的规矩。柳儿死了，死得那么惨，穗儿，你心里恨我吗？夫人折杀奴婢了，是柳儿自己作死，贪言无事还敢攀我主子，那是他罪有应得，怪不得夫人。奴婢对夫人忠心耿耿，绝不会为了一个被主的小儿对主子有半点埋怨。也是，若他只是贪嘴误了事，事情说清楚也就罢了，我也不是容不下人的主子。可偏偏像你说的，他是个被主的奴才，不仅害我受惊，还想置我于死地。这样的贱婢，我凭什么要央求夫君留他的贱命？夫人，您能想通就好，爷这么做也是为了给您出气。穗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那位夫人真的比我更得夫君的心吗？夫人，什么那位夫人？奴婢听不明白夫人在说什么。不明白？到了现在你还要帮着他们瞒我？夫君嫌弃我是个瞎子，这府中明明还养着另一位夫人，这件事我已经全部知晓了。你若是再敢瞒我，柳儿的下场就是你的前见。你以为我为何突然转了性子不保柳儿？昨日在爹爹坟前，他非要去买什么桂花糕，我不准，还训斥了他几句。谁知这贱婢竟敢当面诅咒我。他说我一个瞎子，做人还这么刻薄，活该爷的心都转到了那位夫人身上。我又惊又怒，骂他猪狗不如，还说回府就要把他配给最下等的小厮。他这才恶从胆边生，趁我不备将我丢在荒郊野岭。他不是嘴馋误事，他是真的想要我的。穗儿，你一直自诩忠心耿耿，想来和那个被主的畜生是不一样的。事到如今，你给我交个底，那位夫人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您千万不要听柳儿那个疯蹄子胡说八道，什么这位夫人那位夫人的。爷这心里这府里，正经夫人自始至终只有您一个。实情是，爷在衙门当差，应酬繁多，许多官场上的内宅交际确实是回避不得的。爷这些年见夫人身体微少，不便外出，心疼您受累，这才确实是另纳了一门妾室。妾室，确实只是个爷帮在外面打点应酬的妾室，绝不是什么夫人。爷那是怕您多心难过，才一直瞒着，那是爷的一片苦心啊。夫人，自从您眼睛出事后，您便不肯再跨出门槛半步。可爷现在的身份不同了，官场上的应酬多少双眼睛盯着，有些内宅交际那是推也推不掉的。爷也是没法子，才抬了那个苦命女子进门。说白了，就是个专门替爷在外面走动打点、撑场面的玩意儿。至于爷的心到底在谁身上，夫人难道还瞧不出来吗？昨日您刚出事那会儿，爷急得跟疯了似的，奴婢可是亲耳听见、亲眼瞧见爷跪在院子里大声祈求老天，说情愿让您身上的痛苦全转到他自个儿身上。夫人，天底下哪还有第二个男子能为您做到这种地步？昨日我昏睡中确实听见他在院子里嚎啕大哭求老天，可我现在听着只觉得荒唐。他先是听信柳儿的话逼我对峙，又亲手为我喝下那杯有毒的冷茶，现在这出戏不过是怕我心性生了邪变，故意弥补做给奴才们看的罢了。做戏这种事，天底下的男子只要想做，谁都能演得像模像样。真的吗？爷，当真愿意为我承受痛苦？我这双眼睛瞎了5年，又迟迟不能为赵家颜面子嗣，我心里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像我这样一个废人，凭什么还敢贪心的想独占夫君呢？我其实早就在心里想过，该给夫君张罗2个贴心的人。可夫君这些年对我实在太好了，好的让我生了私心，总想着能自私一点，再独占他些日子。夫君瞒着我，定是怕我伤心难过。他的苦心我如今才算明白，只是这事从柳儿那贱婢嘴里说出来，当真是把我的脸面踩在地上羞辱，让我着实难堪。虽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夫君纳的那位妾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夫人这般深明大义，难怪爷平日里把您捧在手心里。你跟我讲讲她吧，她长得如何？是不是生得极美？这屋里只有穗儿一人伺候，她现在走不开，也没法去给赵元山和启梦报信。她大约是觉得我一个瞎子好骗，想用些半真半假的话稳住我。那位啊，模样虽然清秀，可到底是一副苦相，哪比得上夫人您的天姿国色？不过是仗着会些交际应酬的手段。说吧，说的越多越好。你不知道，我最擅长的就是从别人的废话里拼凑出真相。是啊，只是想让你说几万，凶器重针，俗不敢用吗？这不是让我放弃啊！说了这么多，夫人总该放心了。那不过是个恰到好得台面的。辛苦你了，穗儿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确实踏实多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算是彻底放回肚子里了。你果然没骗我，说到底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，专门替夫君跑腿打点的。这种身份对我来说还算不得威胁。当真是个瞎了眼也瞎了心的，还以为自己是当年的沈家大小姐，人家在那边做的是名副其实的侯夫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夫人说的极是，您和爷那可是自幼的情谊，又是患难夫妻，旁人就算再有手段，在那位心里又怎么可能比得过您？也是，我同夫君的情分，旁人哪里懂？行了，听了这么多我也乏了，想歪着歇会儿。你先下去吧，别让人进来吵我。是，奴婢这就告退。您安心小憩，奴婢就在外边守着，在这儿给我死死盯着。夫人醒了立刻去报我，要是人不见了，我要你的命！是，奴婢明白。启梦，出身红柳街，原名春娟，爱穿天蚕丝的裙子，喜簪珍珠，在下人面前端庄，在赵元山面前娇。你为了顶替我，千方百计活成我5年一打扮，甚至连最信任的奴人都要予以照搬。既然你把戏台都搭好了，我要顶替你回到那个位子上，又有何难？雨鸾。
玉兰，对不起。玉兰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你也知道，我出身寒门，在这京城里没有家族支持，也没有金银开路。如果再没有一个内宅女子去同那些同僚的家走动应酬，我一个小小的副将，只怕早晚会被那些世家们吞得骨头都不剩，会被人活活欺负死啊！事到如今，那晋安侯府的牌匾，难道是我瞎了眼看错了吗？瞒着你是怕你多些难过，在我心里，那个位子永远只有你一个人。当年那个说要护我一生周全的少年郎，早就烂透了，烂在了权势里，烂在了谎言里。袁山，我不怪你，我怎么舍得怪你？要怪就怪我自己这双眼睛不争气，是个没用的累赘。玉鸾，你能体谅我的难处，我就算现在死了也值了。你放心，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工具，我心里除了你，谁也盛不下。夫君说的是，既然人已经进了这府里的门，那规矩就断不可废。以后便让这位起义娘每日早晚来向我请个安吧。夫君尽管在外面放心当差，我是正室，她是侧，我定会和她好好相处，断不叫夫君在衙门里还有后顾之忧。好，依你便是，我会交代下去，让他明日就过来。妾身启梦见过夫人。夫君这是私下里给你买了多少珠翠首饰？隔着老远我就听到你身上环佩叮当的声音，怎么，在这府里，姨娘的派头竟比我这个夫人还要大了吗？夫人多心了，爷的俸禄统共就那么点儿，哪里买得起什么金贵首饰？就算真买了，那自然也该紧着夫人您先挑。妾身哪敢逾矩？你身上这料子，触手生凉，细腻如纸，似乎是十分昂贵的天蚕丝。夫人您真是认错了，这哪是什么天蚕丝，不过是些仿制的地蚕丝罢了。今日正巧是尚书夫人寿辰，爷吩咐妾身代为送礼，为了不丢爷的面子，这才穿得贵重了些。妾身统共也就这一身撑场面的行头。他顶着侯夫人的名头，哪有什么金钗布裙？既不愿穿下人的粗衣，便只能偷偷翻我的箱底了。夫人请用茶。好疼，好疼啊！启姨娘，我不过是让你规矩些，你为何要这般狠毒？存心想烫死我吗？好疼，真的好疼！启姨娘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般害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瞎了眼，就能任你欺凌了？我没有，是你自己。混账！让你来请安是学规矩，不是让你来当祖宗的。滚出去，跪在院子里反省。夫君，今日又要去亲王府听差吗？是啊，亲王寿宴，应酬推不掉，我也带上启梦去，让他去那些女眷跟前逢迎讨好，希望能给我的前程帮衬两句。夫君，你带着妾室出门应酬，人家背地里总要笑话你的，没个正妻在侧，终究是不像样。要是我这双眼睛没坏就好了，也能替你长长脸。云鸾，别这么说，这怎么能怪你？我从来没怪过你。你在家安心歇着，那些场面上的事，由他去应付就够了。5年的安稳日子，让你赵元山觉得困住一个瞎子就像困住一只金丝雀一样简单。可惜，你太轻敌了。夫人，您怎么过来了？爷不是说您随他去使馆了吗？爷念着陈二，让我先回来带他去庙里祈福。娘，你要带陈二出去玩吗？乖，娘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他们笃定我走不出侯府，更笃定我看不见路。陈二，跟紧了，咱们快到了。娘，
你怎么又摔了？这路也没那么难走呀。陆华，娘有些心慌，咱们快点走。落下的痕迹越多，赵元山派来的人就越容易顺藤摸瓜。娘，这地方好臭，咱们来这儿干什？下人发现我和赵晨失踪，定会惊动赵元山。他现在正招待北坡使臣，那是掉脑袋的差事，他绝不敢擅离身职。我在侯府留了书信，指明让启梦一个人来。为了亲儿子，他没得选。晨儿，晨儿，你在哪儿？你出来呀！夫人，我们要不要跟上去？站住！都给我滚回去！谁也不许跟过来！要是惊动了那个疯夫，伤了晨儿，我要你们全家的命！果然是一个人上来的，启梦，你终于来了。我的晨儿，从现在起，你死，我便是你。烧吧，烧光你们的谎言，烧光这些年的安葬。那日在雨里偷听到的话，现在一并还给你们。真是酣畅淋漓。你就留在这儿，陪着那个深情的侯爷吧。沈云娆已经死在火里了，从今往后，活着的只有侯夫人。夫人在里面吗？火太大了，快救人！晨儿，我的晨儿，大夫呢？大夫怎么还不来？若是晨儿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夫人，你也有伤，还是歇着吧。小公子的腿……滚，都给我滚！我要亲自守着他。晨儿乖，没事了。有个坏女人，她长得和你一模一样，她把我骗上山，她好可怕。放心吧，晨儿，那个坏女人已经死在大火里了，她再也没法害咱们一丝母子。晨儿乖，别怕了，娘就在这守着你，哪儿也不去。睡吧，娘在呢，没事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启姨娘。真正的启姨娘去哪里了？沈云山，你既然有胆子顶替她回府，你就不怕侯爷知道了，把你剥皮抽骨吗？你把门关上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谈？我看你拿什么跟我谈？砸过这么多人的头，还真是没失过手。因为每一次，我都知道自己早就没有退路了。沈玉轩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你这么做就不怕侯爷知道了报复你吗？他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世上，一个人既然做了对不起另一个人的畜生事，就该有等着被报复的觉悟。我现在不就正在报复吗？侯爷，您总算回来了。侯爷，晨儿的腿保不住了，她废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晨儿她……都怪那个沈云溪，那个疯女人，她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就想拉着我们母子俩同归于尽。我拼了命才护着晨儿从火海里逃出来。侯爷，为什么残废的人是我？为什么老天不让我替晨儿受这份苦啊？
他，沈云川，真的死了。他当然死了，那种冲天的大火，房梁都砸下来了。侯爷当时那种凶险，难道你要让我不顾晨儿的死活去救那个想要害死我们的始作俑者吗？他就是个贱人，他心如蛇蝎，临死还要拉着我们母子垫背。他死在大火里是他活该。侯爷，夫人所言不虚，火起的急猛，小人亲眼瞧见夫人背着小公子跌撞逃出，那废弃禅屋转瞬便塌了，沈氏绝无生还可能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侯爷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晨儿当时昏死过去，我当母亲的心都碎成渣了。难道我有通天的本事，能分出心神去亲手杀了他不成？启梦，我怎么会这么想你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启梦，你就是沈云昭，你是这世上唯一的名正言顺的晋安侯夫人沈云昭。赵元山，你果然是个冷静到可怕的畜生。为了保住你的前程和这个家的安稳，你甚至能眼睛都不眨地抹掉一个人的存。是，侯爷说的是，我是沈云山。当你乖巧懂事时，他那点子虚伪的深情确实是真的。可一旦不再被他驯化，就算那个沈云川没死在尼姑脉，他赵元山也迟早会亲手送他去见阎王。既然要让启梦消失，那这些见过真相的眼睛，自然一个都留不得。晨儿乖，以后娘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唯有守在赵晨身边，才能尽量避开与赵元山的正面相处。他太了解我和启梦了，相处久了，难保不会露出破绽。侯爷，府里的隐患虽然除尽了，可妾身这心里总还悬着。还有谁能威胁到现在的沈夫人？侯爷忘了，除了这府里的人，外面可还有一大家子呢。二叔沈继全那一家子，当年可是见过我和他一起出现的。万一哪天他们财迷心窍，拿这件事来要挟侯爷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你提醒的极是，既然是隐患，那就该一并根除。二叔沈继全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有钱，更有个当言官的儿子，赌徒出身的人，下起手来最是不知收敛。臣有本启奏。赵元山被他这亲家反咬了一口，生生揭下一层皮来。半个月后，沈家彻底败了，沈方舟罢官，沈家全族在踏青途中尽数死于山匪之手。你侯景生，你个猪！你不是启梦，你是沈云妖。晨儿睡熟了，抱出去吧，别吵着他。夫君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当然是沈云烟，这不是你亲口交代的吗？从今往后，我是这世界上唯一的沈云烟。沈云渊，你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时候好的？府中那人莫名其妙着了火，我跌了一跤，眼睛也就莫名其妙的好了。竟然那么糟！这半个多月你一直都在看我演戏，沈云诗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你这演技，连那侯柳街的继儿都自愧不如。就算如此，侯爷如今不还是揭穿我了吗？看来这一层皮到底还是没能披稳。夫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左右我和启梦生的一模一样，我死了还是他死了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？留在你身边的，名义上不都是你的发妻沈云烟吗？你既然能为了权势留下他，为何不能为了往日情分留下我？你又何必非要深究到底是谁？情分？你配提这两个字吗？我赵元山绝不会留一条随时会反噬的毒蛇在自己身边。沈云山，看来是老天爷开眼，让我今日亲手撞破你的伪装。只要杀了你，一切都会重归正轨。你该去陪你那死鬼爹娘和弟弟，别留在这世上碍我的路。毒蛇，正轨。赵元山，你可真是死到临头都还这么自以为是。赵元山，可惜啊，这一切都太迟了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你马上要死了。至于为什么死的，你也没必要知道了。赵元山，我就要你做一个糊涂鬼，带着满心的疑惑去见阎王。你死了，我依然是名正言顺的晋安侯夫人。至于你和启梦那个残废儿子，他落到了我的手里，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好下场？你和启梦到了地狱也别想得安息。我会一点一点把你们欠沈家的全部讨回来。
夫人请节哀。侯爷这是积劳成疾，加上突发急火攻心，引发了心绞痛，这才猝然离世。不可能！袁山正当壮年，前几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说没就没了？你再瞧瞧，你再仔细瞧瞧啊！侯爷这些日子为了北客使臣的事，连轴转了半个月，确实是累坏了。脉象已绝，夫人莫要伤了身子，准备后事吧。心绞痛，这毒药果然如陈姨娘所说，发作起来连最好的大夫也查不出端倪。那日启梦递给穗儿的，本该是送我上路的断魂散，可惜他不知道我不仅看得见，还亲手掉了包。混账！竟敢伤了云阳！我故意受伤，就是为了让袁山责败他，激怒他。我知道他一定会想除掉我，但又不敢明着动手，只能找那种杀人于无形的毒药。和陈姨娘套话时我就留了心，当年我那位二婶就是死在这种毒药下，才让陈姨娘坐上了正位。这种毒入酒即化，潜伏半月，发作时与心绞痛无异。袁山回府那타针灸，我亲眼看他喝了下去。赵元山，你既然那么疼爱你的启梦，死在他最擅长的毒药下，也算全了你们的情分。如今你死了，没人怀疑死因，也没人怀疑我是谁。我是沈云绕，这世上唯一的沈云绕。建安侯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在招待北赵使臣的关键时刻劳累过度，以致心绞痛猝然离世，朕心甚痛啊！朕已降旨赐你一品诰命夫人的身份，以全建安侯的功勋。沈氏，你要节哀。臣妇谢陛下隆恩，只是一想到侯爷走得这样急，臣妇这心里就像被万箭穿身。陛下，臣妇与建安侯自幼相识，伉俪情深，臣实在不忍心看赵家的基业在侯爷这儿就此断了香火。你有此心，足见深情。只是朕听说建安侯唯一的独子赵晨在山火中伤了腿脚，臣妇斗胆，允准臣妇为建安侯挑选一位嗣子，以承继赵家香菜。建安侯一生忠义，确实不该断了传承。朕准了。赵氏一族子嗣单薄，挑选嗣子不必拘泥，无论是赵家族亲还是沈家族亲，只要品行端正，有合适的苗子，你尽管写了折子递上来，朕为你做主。臣妇叩谢陛下圣恩，侯爷在天之灵，定会感念陛下厚爱。嗣子，我要选的自然是我沈家的骨肉。赵元山，你机关算尽，想吞了沈家，最后这侯府只会姓沈。恭喜一品夫人，陛下厚爱，准您挑选嗣子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是，陛下圣明，念着侯爷的一片忠心。父亲虽只有二叔一个亲弟，可堂兄弟不少，散落在各处，总能寻摸到一个好的。若实在不行，慈幼院的孩子说是沈家远亲，陛下也不会为难。这侯府的香火得按我的规矩来选。侯府里、铺子里、庄子上，凡是赵元山和那女人留下的旧人，一批一批都撤了，打散了，卖去天南地北。我沈家的产业只留沈家的人。母亲，这是孩儿今日拟好的账目，请母亲过目。宁儿有心了，虽然本事比当年的赵元山差了点，但你心术正又孝顺，这就够了。今日我就为你请封世子。禀夫人，偏院里赵晨公子去了。怎么死的？又翻墙出去跟混混逛青楼，说是雪天路滑，掉进冰窟窿里冻了一宿，捞上来时已经没气了。我虽未刻意难为你，可你既然流着那两个人的血，自生自灭便是你的命。赵元山，这世上关于你的一切彻底消亡了。